我父皇是穿越来的，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他说我是虐文女主，不要搭理任何一个男人。敌国要求我去和亲，他冷冷一笑，江浙沪的女儿绝不远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父皇从5年前开始就好像变了个人。小时候他要求我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汤匙不能发出响声，咀嚼不能张开嘴巴。彼时我不小心打了个嗝，涨红脸低着头等着他指正。他果然开骂了，骂的内容却是你能不能大口吃饭。我傻了。他给我夹了一只鸡腿，边嚼边说，饭要大口吃才香，吃了饭搞那么紧张干嘛？消化不良小的罚。小的罚。我半信半疑地吃了一大口饭，他满意地眯起眼睛。对喽，等会爹带你去看戏。他不爱听我喊父皇，总是自称爹爹，因为他喜欢被人叫爹。我唯唯诺诺地点头，是。每当佳节或寿诞的时候，宫中就会唱戏。我自小看到大，其实回回都看到打瞌睡。但父皇带我看的戏不一样，他给我看《鹊桥仙》，讲的是牛郎和七仙女的故事。看完他问我，你感受到了什么？我思忖着说，感受到了他们坚贞的爱情。错。他高深莫测地摇了摇头，你应该感受到牛郎偷看仙女洗澡并偷她衣服的操作太恶心。我和我身边的宫女们都露出了一种恍然的表情。父皇摸摸我的头，乖囡，你是虐文女主，记住，心中无男人，潇洒过一生。男人都是坑，万万别当真。我目瞪口呆。宫女们拿出了纸笔，记下来，记下来。16岁生辰那夜，我的床榻上出现了一个男人，他穿着夜行衣，身上血腥味浓重。我正要大叫，他捂住了我的嘴，别出声，我不是坏人。我知道他是谁，北国的太子拓跋敬，是来盗取我朝不防图的。他想利用我的同情心，以暗卫的身份留下养伤，一边骗取我的感情，一边另寻时机盗窃。我父皇说过，他表面上是个忠犬，实则是个白眼狼。我点点头表示配合，他松开手。来人呐，着火了！他还想捂我嘴，但来不及了。父皇安排的御林军冲进来，将他团团包围。穿着寝衣的父皇打着哈欠走过来，打量了拓跋敬一番，吹了声口哨。宽肩、窄腰、翘臀、长腿，长成这样偷什么不防图啊？来偷朕的心吧！拓跋敬羞愤交加，拿匕首抵在我的脖子上，给我一辆快马，否则我杀了他。我靠，你小子！父皇撩起衣袖，亮出胳膊，欺负弱小算什么男人？拓跋敬的脸更红了，少废话。他俩大眼瞪小眼，瞪了片刻。拓跋敬问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父皇，不是你让我少废话的吗？拓跋敬，父皇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浑身乏力？拓跋敬，父皇伸出3根手指，3、2、1。拓跋敬应声后倒。熏香里有迷药，在场所有人都服用过解药。父皇防的就是这手。我忍不住跳下床扑向父皇，猛地想起他从不喜欢同人亲热，堪堪停住。没想到下一秒，父皇把我捞进怀里，他拍着我的背，温柔地说，呼噜呼噜毛，吓不着。刚才被匕首抵住脖子的时候我都没哭，此刻我却蓦然红了眼眶。父皇没有杀拓跋敬，说留着他还有用，就先让我养着玩。我困惑地问，爹爹您不是让我离男人远一点吗？他放下奏折，对我宠溺一笑，傻丫头，让你心里没男人，不是让你身边没男人。宫女们低头肃记，拓跋敬仍旧成了我的暗卫，每个月利银3两。他很是嫌少。父皇很是不屑地看着他，聘用你这种有案底的，包吃包住已经够好了，你还想要5险1金？拓跋敬没听懂，但他大为受辱。其实我在宫中的日子安逸，做我的暗卫完全是个闲职。平时里的事情无非就是替我捞捞绣球、提提鞋这种轻巧的事。他熬不住了，主动提出带我溜出宫玩。溜是不可能溜的，我直接跟父皇说了。父皇点点头，去玩可以，亥时之前必须回家。然后他又拨了2队暗卫跟着我。拓跋敬带我放河灯，我闭着眼睛许愿，希望父皇福寿绵延，希望我朝子民安居乐业。
我想把河灯推远一些，身后谁突然挤了我一下。河岸边的青苔很滑，我一个呲溜滑进了河里。拓跋敬立刻跟着跳了下来，他用手揽住我的腰，将我往河岸带。水光反射在他那张冷峻的脸上，他的声音却温柔：公主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河水很凉，凉得我火有点大。我直接甩了他一巴掌，你刚刚挤我干嘛？他一下懵了，不是我。我逻辑清晰的鄙夷，刚刚岸边就我们2个人，不是你挤我是谁挤我？自导自演，英雄救美，好拙劣的手段。拓跋敬语塞，松开我，你这样我怎么游？我推开他往岸边自游泳而去。如果父皇在，他将对这深得他真传的优美泳姿竖起一个大拇指。当拓跋敬意识到作假对我来说没用之后，他开始走心了。他修剪了庭院中太过茂密的树，避免刺客藏匿。桌角、椅凳都包上了软布，免得我磕到，甚至亲自打磨了石子路，免得我个脚。他体贴地说，我不想你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做得不错。他扬起嘴角，我补充道，但这不是你作为暗卫应该做的吗？拓跋敬。第二天，他采了一束带着晨露的芍药放在我枕边，我一睁眼就可以看到。他微红着脸，鲜花赠美人。我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谁让你随地大小踩的？你有没有素质？拓跋敬怔愣，拓跋敬凌乱，拓跋敬扭曲地爬出门。第3天，他失落但还是认真地在小厨房忙碌了一上午，因为他听说我爱吃马蹄糕，于是亲手给我做。最后他几乎炸了厨房，把一叠几何形状的东西送到我面前，然后睁着一双星星眼，充满期待地看着我，尝尝。我看了看他被烫红的手，又看了看那几坨散发热气的东西，做足了心理建设，拈起一坨咬了一口，伸着脖子艰难咽下。他眨着眼睛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看着他一副我做得很用心且很辛苦，就算不好吃也要违心地夸我的死样，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兄弟，你想杀了我就直说。拓跋敬不信邪，他直接吞了一整块，半天咽不下去。拓跋敬，拓跋敬自闭了，他觉得他这辈子是追不到女孩子了。他颓唐，他无奈，他发泄，他疯狂地练舞，把剑舞得呼呼作响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正撩起衣摆擦汗，露出了漂亮的腹肌，比我父皇带我去小官馆看过的都漂亮。我问他，你的剑真漂亮，可以摸摸吗？他点点头，然后我摸上了他的腹肌，边摸边叹息，你早整这出，不就没那么多事了？我父皇说过，男人的深情可以装，但腹肌装不了。拓跋敬红着脸僵在原地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讨好我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只是莫名想要我信任他，喜欢他。我问他，如果我喜欢上了你，你还会想去偷不防图吗？他抿唇不答。我知道他会的，因为他的设定就是这样，他明明可以只搞事业，但他非要在搞事业的同时虐一下我。因为我是虐文女主，男人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但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舍弃我。如果我还是从前那个活在严父阴影下的怯懦的小公主，我会感动于他对我的好，因为从未有人对我那么好过。但现在我父皇给予过我世间所有美好和爱。父皇说过，最珍贵的爱是把你置于一切之上的爱。权衡利弊下付出的爱，屁都不是。拓跋敬走了，走的时候还顺走了不防图。北国很快杀过来，他们扬言3天内拿下我朝3座城池，很快又被父皇打得屁滚尿流，划给了我朝3座城池，外加每年更多的朝贡。因为不防图是假的，全是陷阱。看得出北国使臣很不想提，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提了。我们太子想问，或许公主大义，愿意同北国和亲。父皇直接掀翻了桌案，笑容和善，告诉他想多了，江浙沪女儿绝不远嫁。使臣一脸钱难挣，屎难吃的润了。庆功宴上，父皇同我用北国进贡的葡萄酿干杯，他冲我眨眨眼，恭喜朕的小公主，首战告捷。我腼腆一笑，都是父皇教的好。他说的首战指的是第一个男人。很快，第二个男人就出现了。春日宴，我坐在高台上，
腰间的香帕被风卷走。一个身形颀长的俊美男子捡起来递还给我，鬓插冠花，双眸狭长，笑若春风。新晋状元裴官参见公主殿下。裴官10年寒窗一朝重榜，卧病的老母，清贫的家和一身破碎感的他。父皇总结，一心想要倒插门的绿茶男。裴官的攻势很猛烈，我总能在各种地方偶遇他，长桥上、花丛间、画廊边。他一般是在吟诗作赋，然后装作刚看见我的样子，桃花眼微微一亮，行云流水地向我款款行礼，公主金安。然后注视着我离开的背影，深情而克制。存在感刷得差不多后，他开始加码，假装不小心从衣袖里掉出一卷画像，画的正是我。他微红着脸，匆忙把画收起来，腼腆地说：“在下画技粗陋，让公主见笑了。”我诚恳道：“既然画技粗陋，下次就别画了。”他哽住，我转身要走，他急忙喊住我，双眼泛起水雾：“公主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我反问他：“难道你喜欢我？”他涨红了耳尖，没有否认。我继续问：“你喜欢我什么？你了解我吗？知道我喜欢晴天还是雨天吗？知道我吃香菜还是葱吗？知道我喜欢男人还是女人吗？知道我的理想和抱负吗？”他语塞，我淡淡一笑：“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说喜欢我，你的喜欢还挺不值钱的。”我拂袖而去，他大受打击地站在原地，看起来快要碎了。但他没那么容易碎。过了3天，我又在望仙亭中偶遇他，他抱着一只竹边筐，笑容柔和：“公主金安。”我点点头，正要走，他忽而道：“公主喜欢冬日里的晴天，喜欢夏日里的雨天。葱和香菜都吃，但喜欢葱多过香菜。公主喜欢男人，尤其喜欢有腹肌的。公主希望海晏和清，愿为百姓谋福祉。”我转过身正视他，他打开怀里的筐盖，里面冒出一颗毛茸茸的小狗头。裴官微笑着：“公主喜欢毛茸茸的东西，尤其喜欢小狗。”他记住了我那天随口胡扯的问题，并找来了精准的答案，甚至主动做了附加题。我抱起小狗，爱不释手。他在一旁看着我，眼神足以融化冰凌。在下新月公主，只想让公主开心。我抬头看向他，他的眼里倒映着我的面容，眸光潋滟，期待着我的回应。我开口就是绝杀：“你对你那去世了的表妹也是这么好的吗？”他霎时怔住。裴官曾有个青梅竹马的远房表妹，他们感情深厚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表妹织布供他科考，他许诺一朝中榜，便以10里红妆娶她进门。可惜表妹在寒冬得病死了，从此他成了裴官永远的白月光。裴官不是心悦我，他是心悦我的脸，因为我和表妹有7分相似。裴官仓皇解释：“我承认，公主确实常叫我想起她，但斯人已逝，我此刻只想珍惜眼前人。我是真心心悦公主，不是因为别的。”我摊手：“那你就更渣了。他尸骨未寒你就移情别恋，京剧变脸都没你变心快。”父皇说，替身梗是最恶心的梗之一，因为这个男人同时玷污了2份感情，恶心了2个女人。裴官哑口无言，眼眶又红了。我盯着他看，裴官薄唇微颤，声线发抖：“公主还有什么要骂的吗？”“那倒没有。”我说：“我是想等你哭出来。”父皇说：“世间美景比不过男人落泪，我想看看。”裴官嘴一瘪，真气哭了。裴官好几天都没再出现，我也没工夫关心他的死活。我最近整天都泡在丝农局里，研究北国进贡的小麦。父皇说这玩意在我们这很难生长，但是要能种好，可以大大避免饥荒。我干脆直接卷铺盖扎在了丝农局。某夜熬到很晚，裴官抱着他的铺盖出现了。我从一堆古籍里抬起头：“你有事吗？”“公主金安。”裴官笑容得体：“我是来应卯的，我考入了丝农局。”“我，兄弟你？”丝农局在6局中排名最末，5年前父皇才开始重视农事，但刻板印象已然根深蒂固，在丝农局当官会被笑称是乡野蛮子。裴官一个状元，本有更好的官位等着他，他却非要来这里。裴官把铺盖铺开，笑得懂事：“公主不必觉得有任何压力，
微臣来此处并非完全为了公主，更是为了天下百姓。我面露不忍，欲言又止。裴官用白皙骨感的手抓着被褥，指尖泛红。当然，私心里，微臣也希望能替公主分担辛苦，好让公主看到微臣的真心。我试图发声，你，公主。裴官抬头看着我，胸前的领口微敞，一半锁骨精致深邃。他的眼眸泛着水光，微臣已然看清自己的内心。微臣心悦你，只是因为你是你，并非因为旁人。我是想说，我艰难道你铺盖下面有鸡粪卧肥用的。裴官，或许是因为照顾病弱的母亲惯了，裴官很会照顾人。我嫌御膳房送来的早膳油腻，他会在天微微亮的时候起来做莲子羹配桂花糕，摆在我店门口。我松土的时候磨得手疼，他一个男人居然给我织了一双手套，大小正好。我偶然咳嗽一声，他便找来鱼腥草煮汤给我喝，还在里面放了糖。最后我没伤风，他倒是真受了风寒。咳嗽的时候眼圈和鼻尖都泛着粉红，破碎感拉满。想起父皇说过，同情男人倒霉3辈子。我屁滚尿流的去找父皇，我说他给我做早膳了。父皇头也不抬，宫里的御厨是该换了，你想要粤系、川系还是淮南系？都行。我说他给我织手套了。父皇瞥了一眼我的手套，是宫里的绣娘不够优秀，还是朕给的绸缎不够好？你非要带3、5产品？倒也没有。我说他还给我煮鱼腥草汤，自己反而着凉了。父皇郑重其事地放下奏折，看着我，乖囡，体虚的男人要不得，到时候不好用，懂？懂什么？我不懂。父皇轻描淡写道，他自请去司农局，是因为知道朕重视农务，将来司农局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高，不是或不完全是因为你。一个男人或一个人，他有缺点，也势必有他的优点。他用指关节敲了敲桌案，做朋友，你可以只看他的优点，但做伴侣，你得看他的最低点。我清醒了，他有他的好，但不能因为他一时的好，忘了他干过的好事，否则必成其果。只是我忍不住有点失落，失落于那些人对我的好，都是有目的的，不是真心觉得我好。父皇招招手，我凑过去，他给了我满满一袋金叶子，淡淡的说，男人或许会让你输，但钱永远不会。男人不能让你一直开心，但钱可以。拿去撒着玩。我顿时不失落了。失落他娘的蛋！我想和裴官保持严格的同事关系，但裴官想跟我暧昧，于是我在他面前抠脚。他夸我，哇，公主好可爱的脚。我在他面前剔牙。他夸我，哇，公主好注重个人卫生。就在我考虑要不要在他面前吃鸡粪的时候，我的研究出现了巨大的进展。我把一丛小麦养活了。我一时得意忘形，指着隔壁一丛蔫头巴脑的小麦，哈哈大笑。哈哈，这谁的啊？种成这样。所有同事看向裴官，裴官的脸黢黑，他的自尊心大受挫败，再也不想理我了。我把种植技术整理成册，父皇大手一挥，给我附加了务农官的身份，官居3品，比裴官还高1品。裴官更受打击，见了我都绕道走。果然，想打击一个人，就得从他最在意的地方下手。摆脱了男人还升了官，我直接去宫外酒楼找美人姐姐喝酒跳舞。正当我喝得醉醺醺的时候，怀里美人姐姐的手感忽然变硬了。我敲了敲，梆梆作响。我抬起迷蒙的眼睛，看见一张嚣张霸道的脸。对方扯了扯嘴角，冷冽而玩味。陈里，我不在的这几年，你玩得挺花啊。完蛋，是顾昭那小子。我跟顾昭不算是青梅竹马，应该算酸梅风马。小时候的我是个内向文静的小女生，脾气好，素质佳，导致总有小脑养鱼的人捉弄我。我去找父皇告状。当时的父皇说，为什么他们只欺负你，你欺负别人？这只能说明你没用。于是我只能默默忍受，直到顾昭进宫伴读。小世子扯我辫子，抢我糖糕，顾昭直接把他的辫子剪掉，把糖糕塞进他的屁股里。小世子捂着屁股哇哇大哭地跑走，我满眼崇拜地看着顾昭。然后顾昭把我的2条辫子打了个死结，吞了我最后一块糖糕，捏着我的脸蛋，
极度嚣张地说：“女人，你记住，只有我能欺负你。”吴语是我的母语。他跟他爹戍边5年，如今他父子俩高高兴兴的凯旋。我跟我爹就不大高兴。父皇晚膳都少吃了1碗，惆怅地说：“这个男人佼佼才是最棘手的，佼佼霸道颠公，佼，还沾点病娇疯批。顾昭要的不仅是我，还有皇位。将来他会把我囚禁在凤仪宫夜夜折磨，还要披着龙袍在我父皇的坟头蹦野迪。”我当机立断，我建议明日以他左脚迈进大殿为由做掉他。父皇摇摇头，太草率了。要不以他口臭污染空气为由？我举一反三，以他讨厌咸豆腐脑为由吧。父皇以他肺活量大，排放二氧化碳过多为由。我俩商议半天，推翻了无数条罪状，最终得出一条方法论。父皇负责瓦解顾氏势力，我负责拖住顾昭。父皇同情且感动地拍拍我的肩膀：“乖囡，你承受的太多了。”其实当时我觉得还好，经历过前2个晦气东西，我也积累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。但当顾昭光着上身把我壁咚在柱子上，用鼻孔霸道地盯着我说：“承认吧，女人，你为我倾倒”的那一刻，我又一次超越了人类忍耐力的极限。顾昭喜欢娇妻，我每天化纯欲妆，每天打奶嗝，对着红烧兔头掉眼泪，怎么可以吃兔？顾昭一走，我指着兔头对婢女说：“炫我嘴里。”顾昭带我泛舟荷塘上，我穿着小粉裙给他唱歌：“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”顾昭那双凌厉的眼眸多了几分深沉，他取来大肠裹住我，霸道地说：“本侯不允许别人看到你的肌肤。”我在心里开骂：30多摄氏度的天，你给我裹成粽子，是要把我热死，好继承我的遗产吗？我的眼泪说来就来，背过身不理他。他有几分困惑：“李儿，你哭什么？”我无比委屈：“你还是不够爱我。”他莫名其妙：“何出此言？”我抽噎着说：“若你足够爱我，你就会在乎我的感受，尊重我的自主意愿，而非把我当作自己的所有物，企图主宰我的一切。”他拧眉，握住我的双肩：“可你就是我的，你每一寸肌肤，每一根发丝，都是我顾昭的。我是我自己的，不是任何人的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你这不是爱，是占有。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该明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你不该干涉我的自由，你只需要支持我，这样我才会更爱你。”顾昭的眉头微松：“这样你会更爱我？”我温柔地看着他：“是的。开话吧，颠公，是不是觉得脑子痒痒的，要长智慧了？”顾昭猛地揽住我的腰，往身前一带。我愣住：“兄弟你……”顾昭垂眸，掌心熨烫着我的腰身：“女人真他妈麻烦，老子直接要了你，你爱我多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的心若是在别人身上，我就把它挖出来，切成片吃掉。这样，你的人和你的心，左右都和我融为一体了。”他说完就要低头吻下来，我一巴掌击飞他的脸：“滚啊！”我把顾昭扇爽了，他变本加厉地想要征服我。我去司农局搬砖，他买通我同事当眼线。但凡我跟哪个异性多说了2句闲话，这个异性就会收到警告信，搞得我被同事孤立了。因此，裴官来找我汇报工作的时候，我贼开心，开心的边听他说话边看着他笑。裴官觉得毛骨悚然：“公主有事吗？”我温柔似水：“没事，就是爱听你说话。”后来裴官再也没出现过。听说他在施肥的时候滑了一跤，摔了个狗啃泥，后来又在回家的路上被抢劫，暴打成了重伤，好像还有点抑郁了。我唏嘘不已，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啊。下一秒，顾昭出现在我面前，没等我说话，他一下把我扛在肩头，掳到了侯府。说实话，过程很强制，很刺激，就是他的肩骨硌着我的胃部，硌得我有点恶心。我恶心的眼眶泛红，水眸闪闪。他把我扔上床，看着我可怜兮兮的样子，眸色深深：“李儿，听说你爱听别的男人说话。”我咬住嘴唇，摇摇头。他俯身下来，双手撑在我身侧，逼近我的脸，声音危险：“这样不乖哦，你只能对着我笑，只能因我而哭，你的世界里只能有我一个。”
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你绑在我身边，让你日日都只能看着我的脸，听我的声音，你说好不好？我看着他的脸，忍了又忍，终于忍不住了。哦，顾昭真把我绑在了床上。镇南侯府守卫森严，我的暗卫只溜进来2个，打麻将都凑不齐一桌。俩人从房梁上倒挂下来，公主躲粪车里，臣等带你杀出重围。我滚犊子！暗卫挂回去，好嘞，走是不能走的，我要继续拖住顾昭。为了给父皇打辅助，我牺牲了太多太多。顾昭每天在我面前把玩各种道具，什么细鞭、蜡油、红绸的，真不知道他在边关3年都学了些什么。他捏住我的下巴，把我捏成鸭嘴，说你心悦本侯，说我做鸭嘴状，我心悦你全家。他有点感动，那倒也不必。我再接再厉地顺他的毛，我人都已经在你身边了，也没想要跑路。我们是青梅竹马的情分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自然是跟旁人不一样的。他松开手，我继续输出，我一个娇娇小小的弱女子，只能依附于高高大大的大男人。普天之下，没有比你更有权、有钱、有颜，还懂风情的男子。我不依附你，依附谁啊？他的脸上多了几分暗爽。所以我会乖乖的。我挤出一个甜美的笑容，乖乖做你的心肝小宝贝，听你的话，只爱你一个，只待在你身边，哪都不去。顾昭扶手吻了一下我眉心，我差点咬碎了后槽牙。他握住我的脖颈，微微用力，你说的最好都是真心的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颠公，我笑容绿色无公害，最喜欢你了，想做你的猫喵。顾昭的手筋一软，耳根红了，所以你可以不用绑着我的。我轻轻地说，我不想憋屎憋尿。顾昭被我说服了，他不再绑着我，允许我在侯府内活动，但派了2个人监视我。于是我每天在侯府里健身，晨跑加夜跑，身体必然好。顾昭看见我总像泰迪看见拖鞋，他贴上来，我用指尖抵住他的胸，娇羞低头。急什么？这种事情当然是新婚之夜才能做，我们可是纯爱。顾昭表示理解，但很难忍。男人总很难忍。他隐忍地说，女人，我迟早把你吃了。吃，什么都吃，迟早害了你。父皇和顾爹把我俩的婚期定好了，就定在后天。顾爹斟酌地问，是不是太过仓促了？父皇笑得和煦，不仓促，我女儿急着当妈，给顾氏父子一点震撼。真实原因当然是父皇急着把我捞出虎口。大婚当日，举国欢庆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满堂喜色里，父皇拉着顾爹拼酒。五魁首啊，666，喝这么点养鱼，喝。顾爹喝得双颊酡红，顾家在郊外豢养的私兵也都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他们就都被包围了，每一个据点都被御林军团团围住。因为父皇手里有我某天夜跑偷来的屯兵图。洞房内，顾昭还跟我嘿嘿嘿，他满口酒气，凑上来桎梏住我的腰身。李儿，从今夜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我用手捏住他的下巴，顾昭，你错了，从今夜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狗了。顾昭眸色一暗，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呲着大牙，乐道，原来你喜欢这么玩。汪，汪你个大头菜。我温柔地说，来，宝宝再汪一声。顾昭喝醉了，难得的配合，汪啊！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，把软骨散喂进了他嘴里，入口即化。他顿时浑身瘫软，终于清醒了一点，怒道，女人，你竟敢这么对本侯，你是在玩火。我贱兮兮地说，哎，我就是玩，你来挠我呀。他目眦欲裂地想坐起来，艰难地仰卧起坐到一半，我一个脑瓜崩给他弹了回去。他气得整个人都熟了。我拍拍手，俩暗卫从房梁上下来，他俩动作娴熟地把顾昭绑在床上，然后各搬一把小凳子，一左一右坐在他脚边。顾昭的声音里终于有了几分崩裂，你们想干嘛？我嘿嘿一笑，男人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暗卫们憋着气脱了顾昭的鞋，然后掏出一根纤长的羽毛，对准顾昭娇嫩的脚底心。顾昭破防了，来人！
我亲兵何在？你这个变态的女人，本侯要杀了你，本侯要把你狠狠啊哈哈哈哈哈！我抱着双臂，欣赏他被折磨出眼泪的模样，缓缓说：从今往后，你只能对着我笑，只能因我而哭，你的世界里只能有我一个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你绑在我身边，让你日日都只能看着我的脸，听我的声音，享受被我折磨的滋味。你一定会很享受吧，小骚猫。顾昭涕泪横流，毒妇，哈哈哈！我一定会杀了你，哈哈哈！说是这么说，但我其实压根没兴趣，也没空搭理他。没2天，我就把他扔去吃牢饭了。听说后来他跟他爹为了半个肉包大打出手。父皇开展了扫黑除恶、拔除腐败等各项行动，肃清朝野。他很忙，但还是经常抽空来陪我。大概是因为后宫就我这一位公主，嫔妃宫里他又不爱去。宫里都在传，父皇他不行。我曾旁敲侧击地问他，要不要没事选个秀？搭咩？父皇深沉道，朕是个不入爱河，只搞事业的明君，你们就偷着乐吧。我打直球，您直说老了，不中用了呗。父皇捏碎了手中的琉璃盏，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说。我大胆猜测，该不会您的取向在中年发生了流动？父皇，那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好生硬的话题转移。我认真想了想，说，我现在就想继续培育农作物，解决我朝的粮食问题，让百姓都能吃上饱饭。父皇沉吟片刻，问我，你对从政有兴趣吗？我一怔，父皇想让我继位？父皇耸肩，如果你想的话。我说，可我是个女生，我朝从未有过女帝。父皇淡淡的说，可我之前也是个女生啊。我傻住了。窗外流云稀疏，父皇站在廊下，身影瘦削，却稳然坚毅。他望着远山，告诉我他曾经的人生。他的爸妈平庸且俗气，却希望他成龙成凤。他们要他文静秀气，又要他开朗活泼，要他专注学习，别总想恋爱，还要他大学毕业立刻结婚，要他事业有成，还要他贤惠顾家，要他有主见，还要他会听话。他们用爱捆绑着他，牵引着他走上大家都觉得成功的人生，但从没有问过他，他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想爱什么样的人。风吹起他的发丝，他侧手对我笑。但是乖囡，父皇说，我只希望你自由。我希望你有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自由，更有不想做什么就不做的自由。我希望你有自己的理想，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我希望你像风，像鸟，拥有属于自己的青山和云海，而我会是你永远的后盾。那天我哭了，我不清楚原因，但我哭倒在父皇怀里。第2天醒来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不想当女帝，我想当农民。他笑起来，摸摸我的头，好。父皇说，不是只有女尊文里的女主才叫大女主，只要是遵循本心的活出自我的女性，都是大女主。他相信我会成为我朝最厉害的农世家。至于储君的人选，他打算海选，不限男女，不限家世，只看贤能。候选人还需接受他本人长期的考核和历练，方能继承皇位。在父皇的治理下，我朝风清气正，海晏河清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畜兴旺。又一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朝廷下发满仓的粮食，由我亲自赈灾，并且传播种植技术。本该是饿殍遍野的灾年，百姓安然无恙。乡野村巷歌颂着我的名字，清史中记载着我的功绩。清平公主里，帝独女，兼任司农局正一品长局，钻研农事，丰功崇德，一生未嫁。括弧男宠若干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